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北戴河会议刚结束，中共高层就传出惊人共识，习近平可能被迫交权，张又侠给他留面子，让他体面下台。但不到48小时，剧情立刻反转。8月26号，张又侠罕见现身军队会议，官媒特意强调，经习主席同意。同一天，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中南海接见外宾，却被安排在冷清的纯一斋。这一冷一热，像极了高层权斗的明暗角力。更离奇的是，有消息称，张又侠已经给习近平画下3条底线：军队规矩不得破，不得搞终身制，最高领导必须党内选举产生。这等于是当面亮剑。现在距离93大阅兵只剩下不到1周，却连总指挥是谁都悬而未决。这到底是军中人心涣散，还是张又侠故意让习近平难堪？距离北京93大阅兵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军中却传来一个诡异信号：总指挥至今神隐。按照惯例，这个位置应该由中部战区司令出任，但问题是，中部战区司令政委早已全数消失，空缺悬而未决。眼下只剩下一位副司令李志忠暂时顶着，但这位副司令去年2月还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，身份尴尬。如今他虽勉强主持部分军务，但是否能临危受命，外界普遍怀疑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经接手实际掌控军队，82集团军已进驻北京，从中南海到京郊布下重重防线。这场号称盛典的大阅兵背后的权力真空与军中暗斗，已经远比阅兵本身更引人关注。原海军中校参谋姚成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，让李志忠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可能性不大。他现在被取消了人大代表资格，是有情绪的。万一他在阅兵现场整出一点幺蛾子来，让中共在全世界面前难堪，那就坏事了。所以当局不可能让一个有疑问的人上来当总指挥。如果从别的战区调司令政委也是很难，因为5大战区 50% 到 60% 的司令政委都靠边站了，找不到一个人出来。因为有些战区战争形势很紧张，比如南部战区跟菲律宾关系紧张，东部战区在台海、东海也不安宁，而把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调过来，临时当总指挥，这个可能性也不大。那么从各军种来调更不可能，因为现在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都没有司令，全部是代理司令。总结归纳起来，只能从军委里面挑人。姚成认为，阅兵总指挥人选只能是中共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刘振立，可能刘振立已经是实际上的阅兵总负责人了。张又侠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张又侠根本没有精力来管阅兵的事情。中共党魁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，但他并没有实权，部队也不听他的，他也指挥不动军队。目前很多国防和军务的工作都压在张又侠身上，张又侠不可能去当阅兵总指挥，他更不会向习近平报告说，报告主席，阅兵部队整装完毕，请您检阅。其实自今年以来，习近平走访地方时很少下到军队，更没有跟军方留营。包括今年7月7号，习近平形单影只来到山西纪念抗战爆发88周年，向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时，军方都没有现身陪同。手握军权的张又侠根本就不让他参加军队的相关活动。但北戴河会议后，习近平的西藏之行稍有改观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、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明陪同习近平赴藏，并与驻藏上校以上军官合影。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在自媒体节目中说，这是北戴河会议共识后张又侠做的有限让步，
就是继续尊重习近平的核心地位，在宣传的口风上还要给习近平一些荣誉和面子，要维护一个表面的团结，维护党国的稳定。吴作来指出，张又侠对习近平立下3条底线。第1条，军队的事情按军队的规矩办，不懂规矩的人不得插手，不可再像以前那样空降一个人过来，对军队什么都不懂就迅速爬到高位，甚至直接担任将军的职位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因为一个军队的干部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，才能一步一步地升到一定的位置。第2条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搞终身制。此前习近平运用手段通过操纵修宪连任成功，已经打破了规矩，但这并没有获得党内真正的共识，当然是不得军心民心了。那么习近平如果以维持党的稳定搞终身制，那张又侠也就能以维持军队的稳定搞终身制。第3条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通过党内民主选举产生，不应隔代指定，也不由某一个人钦定。不同的派系元老、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，当然也包括习近平，都可以提名。提名出来以后进行差额选举，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进行党内选举，决定下一届国家领导人。这是张又侠代表军方给习近平定的3条规矩，不允许突破。这也是党内反习派对习近平的公开挑战。中共内部博弈越来越激烈，地方大员们也心里忐忑，谁都怕跟错人、站错队，不但丢官，而且可能丢命。根据西藏日报8月28号报道，西藏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。他在会上强调，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始终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。我们知道，习近平这次西藏24小时之行没有讲话和发言，而这2个确立是2021年11月提出的政治口号，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。这是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巅峰时期的口号。王军正没有说坚决执行2个确立，用的是深刻领悟，那就是说他对这2个确立不一定100%执行。他在表态给中共元老们和张又侠看，我不是100%忠于习近平。习近平真的甘心情愿下台吗？在82军接管了中南海的安保工作之后，习近平的一举一动恐怕都是被监视的，但习家军并没有闲着。习家军闽江新军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8月27号出乎意外地来到了黑龙江。根据黑龙江日报28号报道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、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、部长裴金佳一行，并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坚决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。许勤，江苏连云港人，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工程系本科、硕士毕业，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、深圳市委书记、中共河北省省长等职务，现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。许勤在对习近平的忠诚度的表态上左右摇摆。在习近平权力达到顶峰的2022年，人民日报曾在当年的3月2号刊文报道，许勤表示要坚决捍卫2个确立，要体现到坚决做到2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。但在今年8月8号的黑龙江日报上，许勤的口风就变成了要推动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了。裴金佳的黑龙江之行很可能是要稳住许勤，坚决站队到习近平一边，
在中共四中全会选举表态时，为习近平的基本盘奠定必胜的基础。看来习近平并不想让位退下来，还在为继续连任布局。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只会愈演愈烈，谁会是赢家呢？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